曾经有哥们儿跟我说，在外住酒店时，千万不能住走廊的最后一间。据说那里阴气极重，容易遇到一些个不干净的东西。这我作为一个经常出差的记者，我基本是不信的。我也接到过不少类似的爆料线索，大多数呢都是巧合，再加上旅客的疑神疑鬼。只有一次，我是真实的感受到那种恐怖的氛围。你待在寂静的房间里，一盏昏暗的小灯勉强地驱散黑夜。这时，一阵若有若无的奇怪声响从隔壁传来，这走廊里突兀的就出现脚步声。当我终于克服恐惧，赌上属于记者的胆识去深入调查之后，才发现有的真相比鬼更加可怕。这事儿发生在东郊的原来酒店，提供线索的爆料人在昨晚入住走廊尽头的最后一间房。据说这夜里受到很大的惊吓，在跟酒店沟通无果后，这才找到媒体。我带着实习生刘熙然，准备去这原来酒店里看个究竟。到了东郊，在走进酒店之前，我想了想，停下脚步。那啥，熙然啊，你先去附近找个地方等我吧，别跟我一块进去了。虽然不明白我的意思，但刘熙然还是乖巧的点点头，找了一家茶馆坐着。我又把兜里的录音笔打开，这才迈进大堂。这原来酒店位于东郊的丰乐镇，不大不小，也是个景点儿，主打的是古镇风情，也是省内知名的艳遇之都，有点像丽江看齐的感觉。但只学了个不伦不类，因此就没能火到全国。但这镇上的几家酒店依靠着游客们，倒也活得挺滋润的。前台休息区的沙发上坐着一个满脸倦容的姑娘，俏丽的脸蛋上挂着浓浓的黑眼圈，显然一晚上没睡好。一位身材魁梧的青年站在她跟前，正激动地跟酒店前台争吵，可这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干什么？这闹鬼的房间你也往外租啊？你们还有良心吗？这青年脸上气得通红，告诉你们啊，我女朋友昨晚上吓坏了，这事儿没这么简单，我要找媒体曝光你们。哟，我这人看出来了，这就是正主，我就立马凑过去。先生您好，我是怪谈的记者，我接到爆料过来的。这青年有点诧异，这么快啊？这离我打电话还不到2小时呢。那行，来得正好。这位记者，我要揭露这家酒店的无良嘴脸。这名青年呢，叫徐志飞，沙发上是他的女友何雪。他俩都是隔壁市的大学生，趁着这次假期一块儿出来旅游的。这本计划呀，这几天好好的逛一下丰乐镇，但入住酒店的第一晚，就让这一切变得不一样了。在我的引导下，徐志飞平息了一些情绪。我们都是吃过晚饭来的，前台说就剩214一间房了，就我当时还奇怪呢，这其他房间都预定出去了，怎么偏偏就这间空着呀？是不是设施不太好啊？那前台再三保证说没问题，我们这才定下来。就是到了晚上，我们就一直听到隔壁有说话的声音，像是个男的在自言自语。这时何雪补充着说，那阿飞就想让隔壁安静一点，我心想都是出来玩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就拽住他了。何雪接着往下讲，可是这脸色就开始变得苍白。但是到了深夜的时候，
门口突然有人想用门卡刷我们的门，没刷开还骂了2句，听那声音跟隔壁一模一样。他仿佛又想起了可怕的事情，开始颤抖着说不出话来。徐志飞心疼地抱住何雪，安慰了一会儿。然后我凑到猫眼一看，门口根本就没有人。再出去一瞧，隔壁就是个小小的储物间门是开着的，那里边有几根拖把、扫帚，哪有什么房间呢？那再后来，这走廊里就有沉重的脚步声，我往外看，就看到一个白影儿，一闪就不见了。那有没有可能是另一侧传来的声音啊？不是储物间那边。这时何雪抬起头，强调了一句：“我很确定，就是隔着那堵墙传过来的。”徐志飞瞪了酒店前台一眼，这早知道这是走廊最后一间，我就不住了，这肯定是他妈闹鬼了呀！这时酒店前台小姑娘眼眶已经红了，已经被训得都带着哭腔了。你们，我也是刚来没多久，我怎么不知道有这种说法？怎么可能闹鬼呢？这虽说我同情他，但该做的事儿还是得做。我就严肃地问：是不是闹鬼咱先不说啊，这奇怪的遭遇你们总得给个说法吧？我不知道啊，但肯定不是闹鬼。这前台姑娘显得有点底气不足，显然闹鬼这个说法让她也感觉到害怕了。这时场面正在焦灼，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突然闯进来，满头的大汗。哎呦，小雨你怎么回事啊？那一大早我就接到工商局电话了，说是有人投诉我们。这时他看到这大堂里紧张的一幕，突然愣住了。不是，这什么个情况啊？经理这前台小姑娘红着眼睛凑过去，就把这事儿说了一遍。酒店经理一听，没忍住就喊了出来：“214房间呢？不是，那房间你怎么敢订出去了？”就听这语气中充满着紧张，这是有情况啊！我立刻上前表明身份，并追问这214房间的问题所在。这经理明显也不简单，虽说一开始因为急躁和惊讶有些慌乱，但短短几秒钟内已经镇定下来，面不改色地回答说：“这样啊，我们原来酒店欢迎媒体朋友的监督，但现在是21世纪，闹鬼的说法太荒诞了吧？这其实214房呢，因为装修老旧，存在一些个设施的损坏，本来是不对外预定的。但这小雨刚来，出了疏忽了，这是我们酒店的责任，那我们愿意赔偿。”那叫小雨的前台姑娘张嘴刚想说什么，却被经理一眼瞪得把这话又咽了回去。经理随后给小情侣2人退了双倍的房费，还送了几件小礼品，就成功的让他们不再计较，满意的离开酒店了。这事儿就这么虎头蛇尾的过去了吗？我却觉得没那么简单。要知道我就职的媒体叫做怪谈，而不是315，帮消费者维权并不是我的 KPI。 这小情侣满不满意我根本就不关心，酒店走廊最后一间房的奇怪事情这才是重点。这一趟下来，闹鬼的事儿是一句都没解释，那我岂能善罢甘休啊？离开原来酒店，我就跟等候多时的刘熙然会合，
向他下达一个任务：今儿晚上你上酒店去订个房间去，不管用什么办法都一定得订到这214隔壁的房间。但也不能让他们发觉你那目的性太明确。啊，这也太难了吧？刘熙然惊讶地睁大了嘴。不是，沈老师，你这是欺负新人啊？别废话，这是锻炼你，快去！我摆摆手，打发了他。没错，这一开始我没让刘熙然跟我一块儿进去，就是做好这第二手准备。毕竟这酒店没见过他的脸，我们这才有可能订得到房间。拿到这214房间的第一手资料，刘熙然去订房的功夫，我就检查了一下酒店周边的环境。原来酒店边上有一家便利店，隔着100米左右是另一家酒店，那旁边呢同样也有一家便利店。我想了想，就来到第二家酒店楼下的便利店里。我买了2瓶水，在结账时我假装不经意地问：哟，还是你们这边住的舒服？我之前住那家原来，靠，体验太差了。像这种开在酒店边上的便利店，一般都是酒店自己的人，就是什么员工家属啊之类的。因此我才舍近求远，我没去找原来酒店旁边的店主打听。果然，这作为竞争关系，便利店老板毫不犹豫的就上钩了。嘿嘿，那当然了，那不只是环境差呀，就那家酒店呀，哎呦，那不干净啊！是保洁做的不到位吗？我这就故意假装来了兴趣，却又似乎没听懂的样子。这老板啊，装模作样的看了看空无一人的门口，这才一脸神秘的说：哎呦，告诉你啊，我们这本地人啊都不去那家酒店，只有你们游客才上当呢。他家呀，都说那是给鬼住的。呵，这关键的地方来了，我心中暗喜，表面上不动声色。鬼？那家店里死过人吗？谁曾想这老板却愣住了，挠了挠脑袋。这个似乎也没死过。那为什么说给鬼住的呀？风水不好？好像也不是。这老板被问住了。反正大家都这么说，那肯定就是不吉利，没错吧？随后我又问了几家周边的店铺，大家对这原来酒店不干净这事儿基本达成共识，但是问为什么却都说不出个所以然。只有一个卖水果的店主提了一句：那家店啊，服务和设施都不行，只有旅游旺季才能勉强的住满，平常生意都冷清得很。但是这酒店的大老板出手阔绰呀，这钱从哪儿来呢？呵，这搞不好啊，还真就是鬼给的。可是我再问下去，也没什么更多的消息了。傍晚时分，刘熙然满脸纠结地跟我会合。那个沈老师啊，怎么没订到房？没事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我想着安慰他几句，可是他却满脸疑惑地说：不是，我订到了214隔壁的212房间，但是很奇怪，前台说房间都订满了，可是我看这家酒店特别冷清，根本就没什么人的样子啊。我这时打开日历看了看，最近似乎也没什么节假日或者是特殊的活动，一家服务设施一般的酒店怎么可能突然订满呢？再加上本地人的说法和徐志飞的经历，这事儿啊可就更加有趣了。当天晚上，在刘熙然的掩护下，我低着头混进原来酒店的客房区。
进了212，我脱下外套，刚想检查一下环境，却看到刘熙然一脸的紧张。只是工作而已啊，你可别动歪心思呀。他站在门边，义正言辞地警告我。不是，拜托啊，这间房闹鬼，你还有心情想这些有的没的？我白了他一眼，心想这是不是最近对他太温柔了？看来该把这实习老师的架子再拿出来了。我把外套挂好，撸起袖子，把这房间的床板、衣柜、墙壁、桌椅都检查了一遍，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。我就特意来到门外，隔着墙壁发出声音测试。但刘熙然表示这房间的隔音还是不错的，房间外的声音基本上是听不到的。我就往走廊的尽头看去，这214的隔壁果然是个储物间，大概只有2-3平米大小。这储物间的门是坏的，关不上，因此一直就打开着。这里边有3把笤帚和2把拖把，再就是一些清洁剂之类的，根本就不存在藏一个人的可能。这不仅是214啊，整条走廊的房间都是大门紧锁，一片的寂静，似乎除了我们再也没有其他的旅客了，就连保洁人员都见不到一个。这奇怪啊，现在镇子上的店铺应该都已经关门，正是旅客们回酒店休息的时间，这不是说都订满了吗？怀着重重疑惑，我回到房间，开始梳理今天的线索，但却怎么都联系不到一起。我在心里盘算，或许应该找机会接触一下原来酒店的老板，但是这会不会打草惊蛇呢？想到这里，我自嘲的一笑。最近老是遇到刑事案件，这搞得我都疑神疑鬼了。就是一个普通的酒店老板，居然也下意识地当成犯罪嫌疑人来看待了。想到这儿，我扭过头准备喊刘熙然一块儿讨论一下，却发现他已经斜靠在床上睡着了。原来我坐在桌前思考线索已经足足2个小时过去了。我苦笑着摇摇头，走过去打算给他盖上被子。刚走到窗边，突然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。刚才我们测试过，这原来酒店的隔音是不错的，这脚步声能让我们在房间里听到，那估计走得很急。再仔细一听，这脚步声颇为沉重，似乎那人在搬运着什么货物。这时耳边传来一声压抑的惊呼，我这低头一看，刘熙然也被吵醒了。他正一脸惊恐地看着站在床边弯下腰离他极近的我，这眼神中明明白白的就表露出一个意思，估计这心里正骂我是变态呢。我也顾不上解释，只是瞪了他一眼，哑着嗓子说了一句：回头再解释。我就轻手轻脚地走到门边，顺着猫眼往外看。这走廊里一道人影正从这电梯处走来，他全身上下被一件白色的兜帽大褂遮着，背着一个黑色的木匣子，一步步地走着，脊背被沉重的木匣压得有些弯曲。他走得极快，很快就越过一系列的房间，甚至从我们这房间前走了过去。这儿已经是接近到尽头了，从这儿过去就只有214。这大堂经理不是说了吗？214不能对外预定。刘熙然也凑过来，挤开我看了一眼那人的背影，吓得脸色苍白，颤抖着说了一句：那不是丧服吗？他这一说呀，我才反应过来，就这人身上的白色大褂颇为的眼熟，正是中式葬礼上守孝的亲人所穿的丧服。
呵，这一间有闹鬼传闻的酒店，一间不能出租的诡异房间，一个穿着丧服的怪人。深夜里这三者聚到一块儿，让一向胆子颇大的我也有着一丝的凉意。这种展开，这有点像是三流的鬼故事啊。由于猫眼的角度问题，白衣人走到214门前，这就消失在我的视野里。我只能依稀地通过声音判断他进了214，并且还关上了门。我和刘熙然面面相觑，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，僵在门边等着。过了10几分钟，隔壁传来开门声，这白衣人从门口走过，一步步朝着电梯走去，消失在走廊里。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就觉得他背着木匣的肩膀似乎轻松了许多，似乎没有那么重了。估摸着他应该是彻底离开了，我就不顾刘熙然的阻止，打开房间门走了出去，站在214的门口，皱着眉头思索，这214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？这个白衣人是什么身份？他进去又干了什么？思来想去，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能迅速地得知真相，就是弄开214的门进去看一看。可是我这也不是什么神偷啊，没有掌握撬锁这门神技。至于咱们，这我还清楚地记得自个儿是个记者，不是警察，这完全没必要做这种昏头的事儿。这万一再进了局子，在里边见着沈思强了，那得多尴尬呀。那么我是该表明身份，用记者的名义让酒店打开214，还是说采取一些特殊的手段呢？这思来想去，我觉得还没到摆明车马的时候，还需要多攒几张底牌，或许这还有一个法子。我就吩咐刘熙然回到房间，而自己则是走到电梯口，打算试着追一下那个白衣人，看看他接下来要做什么。刚站到电梯边上，还没来得及按下去，却发现这电梯面板上的楼层数在变化，这是有人要上来。我脑海中犹豫了不到1/3秒，立刻就做出选择，闪身躲到一侧的逃生通道内，将门须掩上，透过门缝紧紧地盯着电梯口。叮的一声，电梯门打开，一个熟悉的身影走出来，鬼鬼祟祟地朝着214房间走去。就看这熟悉的身影，我皱起了眉头，这是那个大堂经理。这大堂经理走到214门口，掏出一张门卡，但在刷开门锁前却瞬间犹豫了，深吸了好几口气，也下不了决心，似乎很是紧张。他从这兜里掏出手机，似乎在查看着什么，陷入思索和纠结中。在他犹豫时，212的房门悄悄地打开一条缝，刘熙然从里边伸出一只自拍杆，上边还连着手机呢，似乎是想偷拍照片。这小妮子搞什么呢？我心里焦躁啊，担心他被发现会有危险，可是我又不敢出声，只能拼命地跟他使眼色。可是这刘熙然只是白了我一眼，自顾自地拍了一张照片，然后又缩回到房间里，关上门。所幸这全程没有被大堂经理发现。我松了一口气，继续盯着大堂经理。他似乎终于还是没能下定决心，收回房卡，小心翼翼地从这电梯离开。这时我飞快地冲回212，劈头盖脸对着刘熙然是一顿的训斥。不是，这么危险的事儿啊，你怎么不经过我同意就干啊？那被发现了怎么办？刘熙然不满地冷哼一声，哼，
你冲出去追那个白衣人，也没跟我说呀。话锋一转，他兴奋地举起手机：“你快看，我拍到什么了？”我这看着他叹了口气，认真地说：“你这还算是有调查天赋和冒险精神，以后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。”然而我略过这个话题，接过手机查看刚才的照片。这照片角度选得极好，不仅把大堂经理的脸还有这周围的环境都清晰地拍摄下来，甚至在放大之后还能看到他手机上正在查看的页面。这似乎是个视频。刘熙然一脸的迷惑，还在努力地辨认。这视频里拍的好像就是原来酒店，但是感觉怪怪的。哎呀，这清晰度太差，实在看不清楚。这时我却恍然大悟，瞬间明白了许多的事情。这视频的内容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打开的这个软件界面。这是一个国外的私人 APP， 一般呢是和针孔摄像头搭配使用的，可以实时的查看偷拍画面。那么这大堂经理居然一直用针孔摄像头拍着这酒店的房间呢，怪不得感觉这么别扭，原来是针孔摄像头的角度。刘熙然点点头，却突然柳眉一竖：“哎，沈老师，你是怎么懂这些的？”啊，作为优秀的记者，懂这些知识不是很正常的吗？可是其他记者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刘熙然白了我一眼，但没有深究。这现在看来，大堂经理似乎是疑点重重。这所谓的酒店闹鬼，幕后黑手是不是就是他呢？刘熙然特别的兴奋，他觉得已经找到事情的真相了。第二天一早就拉着我去找大堂经理对质。我虽然有些怀疑，但这经理的疑点已经是板上钉钉了，所以也就同意了。在一处偏僻的角落，我堵住经理。这时他已经认出我，脸上摆着不耐烦的样子。“不是，沈记者啊，顾客都说没意见了，你还来干什么？”我笑了笑，就把手机递过去给他看。“嗨，方经理啊，哎，你知道在这酒店里放摄像头要判几年吗？”这方经理看了一眼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一把夺过手机。那我也不争抢，笑呵呵地看着他。“哼，你觉得我可能没备份吗？你不会以为我这样的老记者，在这市局就没几个熟悉的警察吧？”这时方经理咬牙切齿地问：“说吧，要多少钱？”刘熙然忍不住的插话：“你可别侮辱我们，你以为记者真的都是敲诈勒索呀？”这刘熙然的话让我有点尴尬，就这都是这俩字就很微妙。但我暂时也顾不上这些，只是接着他的话茬问：“这我调查过了啊，酒店闹鬼的事儿几乎本地人都知道，这背后是不是你在搞鬼啊？”方经理苦笑一声：“哼，既然你调查过，那就该清楚，咱们这原来酒店开了10几年，闹鬼的传说也至少得5、6年了，而我来上班才刚满1年，怎么可能跟我有关系？”在我的不断追问下，这方经理吞吞吐吐的才把自己知道的事儿都说出来。就说1年前呢，他从外地来到丰乐镇打工，因为脑子灵活能说会道的，很快就被提拔成原来酒店的大堂经理。这酒店老板呢，常年不见踪影，方经理几乎就是实质上的一把手。有了这些权利之后，他就开始动了一点歪心思，
托关系搞到一套的偷拍设备。这以后啊，只要遇到长得漂亮的女性来住宿，就找机会把这偷拍设备放到房间里，满足自己的阴暗心理。但随着他在原来酒店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，他就发现这儿似乎有点不太对劲。那本地人都说这里闹鬼，我本来是不信的，但我发现这酒店总是将近一半的房间都是空着的，但是老板又特别嘱咐不要对外预订，甚至连房卡都通过远程操控给锁了。更奇怪的是，就这些房间呢还不固定，就经常隔上一段时间，不开放的房间名单就会换上一批。这讲到这儿啊，他的眼神就开始出现惊惶之色。我静静地听着，我也没说话，但刘熙然却忍不住了。这跟闹鬼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呦，前2天老板给了最新的名单，里面就有这214房间。但那一天前台却意外地把214订给那对小情侣儿，我这才突然意识到，老板可能是在远程锁定房间时把这214给漏下了。也就是说呢，我手里的门卡就能打开214。所以啊，我昨儿下午偷偷的溜进去，装了个摄像头。我是想看看这家酒店到底有什么秘密。这如果是被老板发现，你可是要被开除的呀！你又不是记者，这么强的好奇心啊！方经理一时语塞，半天没答上来。我微微一笑，代替他回答刘熙然。这原来酒店啊向来清冷，老板也没有别的产业，却是丰乐镇的首富。他这钱是从哪儿来的？或许啊，就藏在这些不能外订的房间里。所以方经理才想着一探究竟呢，对吧？这方经理脸色变幻，最终无奈地点了点头。我们这昨天晚上就在212呢，看见一个白衣人，只是不知道他在214房间做了什么。但你可以通过监控看到啊，所以才会在白衣人走后来到214。那么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我步步紧逼，这方经理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，仿佛想到什么可怕的事情。这好半天之后呢，才艰难地说出几个字：他放的骨灰盒。呵，这穿着丧服的神秘人深夜来到原来酒店，在214房间放了一个骨灰盒。我不寒而栗啊，但立刻又想到另外一件事儿。这214只是酒店老板忘记锁定的漏网之鱼。照此推断，那原来酒店其他那些个不能住人的房间里，这恐怕放的都是骨灰盒。想象一下啊，当你在这么一家酒店住宿时，这隔壁的房间里住的根本就不是活人，而是一罐罐的骨灰。这间酒店的110来个房间里，甚至活人的数量还不如死人呢。这哪儿他妈是酒店呢？这就是一处木堆儿啊！想到自己可能就跟几十个骨灰盒住了一晚，刘熙然已经快吓哭了。我的脸色也不好看，立刻拿起电话打给沈思强，就把这事儿跟他说了一遍。电话那头，沈思强有些为难：不是哈川啊，你要是在酒店里发现个尸体，那我二话不说，我立刻出警，调查义不容辞啊。但是这骨灰盒也没法律规定说这酒店里不能放骨灰盒呀。那要不你找消费者协会试试去。我叹了口气，冲着方经理露出一个抱歉的神色。那我这儿还有个人在酒店里安装偷拍设备，这归你们管吧。沈思强这时才明白过来，凭我们多次合作的默契，
他知道我如此强烈的要求，这事儿必然没那么简单，终于答应带队来一次。其实我也没什么确凿的证据或者线索，只是本能的觉得这不太对劲。有1、2个房间里放骨灰盒，这可以说是老板的特殊要求。如果说一半的房间都这样，这就太不寻常了。警告一番方经理，打消他逃跑的念头，我们就一块儿等着沈思强。警方介入之后呢，事儿就一下变得简单了。当然，我跟沈思强背后也顶着巨大的压力。这要是最后闹成乌龙了，那可是要被问责的呀。在沈思强的要求下，酒店的客房门被一一的撬开。果然，这原来酒店几乎就是以一间一间隔间的形式，在这房间里放置着骨灰盒。到最后呢，一共搜出了5、60罐的骨灰。方经理就联系到酒店老板，这神秘的老板终于是火急火燎的来到现场。哎呦，这不能动啊！这些金坛可不能动啊！这原来酒店的老板是个中年男子，叫李来元，气质还不错，只是此刻这脸上已经没有了从容。李来元急得直跺脚。哎呦，这每座金塔放哪个房间，这都是大师根据风水运势算出来的，动不得呀。你这酒店里哪儿来这么多骨灰盒啊？面对沈思强的质问，李来元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一句句地解释起来。我这听完之后倒吸了一口凉气儿，呵，这背后居然有着一个完整的产业链。原来啊，因为1、2线城市的土地价格越来越贵，就连带着公墓的价格也上涨到大几十万，有很多人呢就连死都死不起了。慢慢的就有人想出歪招来，在经济不发达的偏远地区买上一套房子，这才10几万，隔出10来个房间供养骨灰，这不比挤公墓更合适吗？这几年前呢，有人就找到因为经营不善酒店快倒闭的李来元，就劝他加入这门生意。来自周边富裕城市的骨灰盒被一个个的运到原来酒店存放，待凑够了一批了，再由专门的人运到西北或者东北地区，找一处风水好环境佳的房子供养。在某些小圈子里啊，这已经比买公墓更加流行了。毕竟一个公墓位的钱可以在那些个地方买一套宽敞的别墅了。李来元跺着脚，哎呦，这是专门请人算过的，根据不同的月份，适合暂时供养骨灰的房间它都不一样啊。这不仅不会带来晦气，还能旺我风水呢。你们这一弄，我这半年的运势算是完了呀。呵，这怪不得，这就是原来酒店给死人住的说法来源。就说每晚来安置骨灰盒的人，就算做得再隐蔽，也总会被本地的人看到。这谣言越传越邪乎，最终就变成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。李来元的做法愚昧迷信，对不起消费者，可是这根本就没违法呀。我可以在报道里揭露他的手段，但是沈思强却只能无奈地收队。然而此时我却依然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到目前为止的调查结果都跟一开始那对小情侣的说法不符。那214隔壁的声音到底是什么？这个答案还没有拿到。方经理成为沈思强唯一的出警理由，他将被刑事拘留，并根据进一步的调查判断是否构成犯罪。但警方肯定不会跟我一样轻易地采纳方经理的说辞。既然他已经在214设置了摄像头，又怎么保证别的房间没有呢？这专业的警察对着酒店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，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结果：这原来酒店的每一个房间里都有摄像头。这方经理一听，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。
一遍遍的重复：我只在214装了一个，你别的跟我没关系啊。沈思强悄悄地跟我讨论：我觉得这找2-3个倒还好，上百个房间全都有针孔摄像头，这可不是个小工程啊。我觉得他根本就办不到。我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，而很快检查人员就找到进一步的佐证。在214房间内一共搜出2个不同型号的摄像头，也就是说，除了方经理外，还有一个人在原来酒店偷拍，而且遍布着每一间的房间。首先怀疑的对象就是这老板李来源，但很快就被沈思强排除。就是这种摄像头啊，精度高，而且得经常维护。这李来源平均1个月才来1次，根本就不会去挨个看房间。可是这就算是保洁，他也不可能每个房间都去啊。别忘了那一半放骨灰的房间可是都被锁住的，只有另一套门卡才能打开呢。我提出疑惑，这时在边上听了许久的刘熙然突然插嘴：你们忘了吗？有一个人能够进入这些房间的。沈思强不解之前的情况，此刻满脸的疑惑，我却反应过来。对了，白衣人，就那个送骨灰盒的白衣人。对于我们的疑惑，李来源解释说，这白衣人是他的合作方派来的，专门负责运送骨灰盒，而他只负责提供现场，以及每隔一段时间就将骨灰被运走的房间解锁，或者将那空着的房间锁住，留给即将到来的骨灰盒。他的确是留了一张通用的门卡给白衣人，这理论上那张卡能刷开所有的门禁。强队啊，技术科根据这些摄像头的信号逆向定位出监控设备的源头了，您看一下。沈思强接过报告，我在一边则大为的惊异。现在这技术都这么强了，那犯罪分子还逃得了？行了吧你，这项技术涉密，你再怎么吹捧我也不能告诉你。沈思强刚说完，脸色突然凝重。这位置214隔壁，那不是个储间吗？他这人立刻跟我一块反应过来，这他妈是有密室啊！技术科的干警用无人机进行了一次空间勘察测绘，很快就确定这密室的位置以及入口。密室呢就在储间后边，跟214相邻，可是入口却在1楼的消防通道里。这怪不得从楼上看去毫无端倪。密室空间不大，也就20平米不到，但布满着大大小小的屏幕，上面同时播放着酒店内所有安置有骨灰盒的房间的监控。那地上满是烟头酒瓶，显然不久之前还有人在这儿待过。根据痕迹检测，大概是几个小时前，那正是我看到白衣人出现在214时。怪不得这白衣人每隔一段时间就在酒店里运送骨灰，却从来都没有被方经理他们发现过。固然是有李来源的帮忙掩护，但这间直接跟酒店后门消防通道相连的密室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。可是这一堆骨灰盒有什么好监控的呢？李来源得知自己这酒店里有密室存在，惊讶地张大嘴巴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他们什么时候搞出来的？我知道了。他突然一拍大腿。几年前有个大师帮我改造这酒店的风水，我嫌麻烦就放手让他去搞，原来他们是一伙的。这逻辑就理顺了，但动机还有问题。就这一番操作下来，开销可是不小。白衣人团伙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
就为这骨灰盒。虽说收了钱，但这毕竟不是他们的亲人，哪有这么上心呢？何况这也不用偷偷摸摸呀，除非这根本就不是单纯的骨灰。沈思强脸色凝重，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，以一个老警察的敏锐和魄力就做出决定，把这骨灰盒都给我撬开，一个个查下去，看看里边到底是什么。这要知道啊，以国人朴素的价值观，死者为大，这骨灰可不是随便能动的。一旦最后什么都没查出来，巨大的舆论压力就会导致可怕的后果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一连看了10几个骨灰盒，都没什么问题。那负责开盒的年轻警察抹了一把头上的汗，已经有点扛不住了。不是强队啊，还开吗？沈思强紧咬着牙，狠狠地说：“继续开。”刘熙然紧张的攥得小手发白，低声地问我：“喂，这如果什么都查不出来，强总会怎么样啊？”我盯着这被打开的一个个骨灰盒，叹了口气：“可能再也当不了警察了吧。”直到第21个骨灰盒刚刚打开，那沈思强突然一下子绷紧身子，他一个箭步窜到骨灰盒前，闻了闻那股略带刺鼻的酸味，伸手捻了捻这纯白色的粉末，吐出了一口长气。靠他妈，果然是海洛因。56个骨灰盒，一共查出了4罐的海洛因，重量超过10公斤。真相终于大白，这所谓的骨灰安葬产业或许真的存在，但这事儿不过是个幌子。真正的目的就是以多层的遮掩手段，暗中把这毒品藏在其中运送。沈思强立刻下令进入抓捕程序，那所有的警力都在丰乐镇搜索白衣人。而此时李来元的脸已经白得不成样子，满头的冷汗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：“没关系啊，你并不知情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儿。”李来元艰难地点点头，哆哆嗦嗦地从兜里掏出烟和打火机，那好几次才颤抖着点着，一口气儿吸了半根儿。我就愣在那儿，一把夺过李来元的金属打火机，摩挲着上边刻着一个 L 的符号，哑着嗓子问：“这打火机你从哪儿来的？”李来元一愣：“这是我合作方就是那帮挨千刀的毒贩子给我的。”我死死地捏着打火机，手指因为过度的用力而骨节发白，压抑不住的情感从这内心喷涌而出。有一些个被刻意尘封的记忆再次出现。这打火机是我当年实习结束时送给老师的临别礼物，上边的 L 是我亲手刻下的，而他在3年前神秘失踪，至今生死未卜，警察也没有任何的线索。这想不到我居然在这种毫不相干的场合，出乎意料的又看到这样东西。那么老师的失踪是否跟这毒贩有关呢？我当即决定，这事儿我得追查下去。